一纸诏书，一场赐婚。我本是雪国公主，却惨遭命运，长兄死于非命，后被西域王收养。本以为逃离深渊，却是踏入虎穴。养父为了联姻，竟亲手将我许配给身患残疾、面不回目、生性残暴的北国王爷做妾。行闻诸事宜，西域公主陆婉清喜登王府。10年磨一剑，这一天我已经等太久了。今日我西域有幸与王爷联姻，按照我们西域的习俗，特此献舞一曲。跳得真好啊！哎，真是不错。来，喝啊！恭喜恭喜！酒真好喝，您此杯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岳夫人，这还是郎才女貌呢啊！我们只好可要多聚些。尝尝这个，来。是啊。好。传本王旨意，封西域公主陆婉清为连美人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！堂堂一介公主，竟衣着暴露，这大好，许是异域习俗吧？唐君文刚进王府就被封了封号，可见王爷喜爱。这狐狸精要是进了王府，怕是要坏王府清誉。那与阿若之间呢？那当然是好好教导我们北国的规矩。侧妃呢？说是要给公主接风。那就劳烦侧妃走这一趟吧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，夫妻对拜。李成送入洞房。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。小姐今天格外好看，你要多笑笑。西域王，是你曾说西域以后就是我的家，把我看作亲生女儿，如今却为了权谋大计，竟让我和仇人联姻，亲手将我推进无尽的深渊。小姐，还是快去梳妆吧，一会儿王爷该来了。女为悦己者容，他不配，更何况还有好戏没有上演。好戏？好戏？公主远道而来，不知北国规矩，本妃今日前来指点一二。会教我家小姐英语，擅闯寝殿，竟不知这是哪门子隶属？哼！主子说话，哪轮得到你一个奴才插嘴？更何况你家主子也不过一介战败小国朝圣的贡品。在我王府之内，还轮不到你们教我规矩。娘娘有何指教？妾身愿闻其详。哼，你抬起头来。小姐，你，小姐，你，体恤妹妹衣着单薄，特意送来热茶一杯，给妹妹暖暖身。往后妹妹可要注意保暖，千万别冻着了。多谢侧妃好意，妾身铭记于心。小姐，她这是赤裸裸的下马威。她在这府中是王爷最宠爱的人，又仗着母家有恩于王爷，自然嚣张。更何况我一来就得了封号，让王爷心生欢喜。她来这儿也在我意料之中。难道小姐就任由她欺负？不，我只是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进击的机会。
王爷，我家小姐不幸染上了风寒。哦，王爷，王爷尊贵之躯，还请王爷暂移别处，以免过了病气给王爷。竟如此这般不巧，那连美人好生休息。正好本王有要事在身，择日再来看你。谢过王爷。弑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宇文昊天，既然你灭我家国，弑我长兄，让我饱受丧亲之痛，让我不要你这王府上下，通通为他们陪葬。娘娘，奴婢听闻连美人新婚之夜被侧妃娘娘泼了一身的茶水，染了风寒，无法侍寝呢。哦，这同事还是名门出身的，即使这样鲁莽，一副小门小户的做派。不过这结果倒是合我心意。既然连美人得了风寒，王爷又不在府内，那明天我们就去探望探望。是娘娘。不好了，来人啊！连美人房间着火了！哎呀，来人啊，赶紧救火！是。哎呀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大胆奴才！连美人伤寒未愈，竟让她淋成这样！来人啊，把她拉出去给我砍了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我也是为了救火，实在无取之举啊！娘娘，您心疼连美人固然是好，可王爷素来宽厚，还是不要罚得太重了吧。幸好妹妹你没事，要不然我定饶不了这蠢货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王府中容不得以下犯上之人。进入王府为奴为婢，就要有个做奴婢的本分，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有几分资历，就得意忘形，不然啊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是娘娘。行了，既然妹妹没什么事儿，玲珑带你家主子回去换身衣服吧，免得让我和王爷挂心。是，谢娘娘体恤。走吧。娘娘英明，只怕这连美人的风寒一时半会是好不了了。小姐，这王妃娘娘唱的一出好戏，派人泼你水不说，还做出一副好人做派，指桑骂槐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早有预料，她乃当朝宰相独女，家门显赫，又是王爷正妃，自然是要摆造出一副正宫的做派。哎，这府里一个侧妃娇柔做作，深受宠爱，一个正是家门显赫，为虎作伥，这两个都这般嚣张跋扈。哎，小姐，你以后在府里的日子不好过。哎，天官都说了，我命格非凡，他们呀，很快就嚣张不起来了。管家过来了。哎呀，谁呀？哪个不长眼？连美人，管家莫怪，妾身可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无妨。今天天气甚好，您也在这儿呢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巧了，这确实景色不错啊！啊，天干物燥，管家衣服着火了！哎呀，着火了！快救救管家！啊，是。是啊！哎呀，是。人中黄，哎呀，管家可别嫌脏，这救火要紧，只能拿手边的人急了。哎呀，郭太太呀，小人也是受人所迫，受人指使。玲珑，你可听见了？奴婢全都听见了。
管家说受人指使，栽赃陷害了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奴才知道错了呀，根本就没有人纵火，哪来的是我呀？管家，因为救火泼我一身的水，可是所有人都看见的。你说要是闹到王爷那儿去，王爷是会相信你没有纵火，还是压根就没有起火呢？还是压根就没有起火呢？姑奶奶呀，我错了，你只要不告诉王爷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！好，我正好有一件事要麻烦你。您快讲，奴才马上去办。1个小时内，我要全府上下的人都知道，连美人房间失火，乃有人刻意为之，纵火者其实是侧妃同事。小人一定遵命。你请放心啊。奴婢听得千真万确，就连前院小小的婆子都在私底下议论说是娘娘您放的火。胡说！明明就是苏锦绣那个贱人干的好事。可是当时王爷不在府内，全府上下只有娘娘您妹去救火呀。救火！我巴不得那狐狸精被烧死呢，本妃要去拔了他们的舌头。娘娘，去不得呀，娘娘！你要是现在去了，郡民都坐实了呀，娘娘。香兰妹妹定是一时情急，才言扯下人。王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娘娘，不行，我不要离开王府，我不要陪小军出门。娘娘，奴婢有一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快说！什么法子？快说！将您的千年人参炖成大补汤，您当着王爷的面亲自给连美人端过去，这样王爷会觉得您贤良淑德，自然不会信外边的谣言。不行，那可是玉元坊限量的养颜人参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怎么可能给他？娘娘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您不送点稀罕玩意儿，怎能服众啊？也有道理。我的千年养颜人参！小姐，你身体还未康复，不如我们先歇一歇，把药喝了。小姐，累了吧？王爷近日公务繁忙，我定要在他回来之前练好这北国之舞，好让王爷缓解疲劳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竟也不出声。这舞妾身还未练熟，让王爷见笑了。我刚回王府，特意来看看你。我也是刚回来，这几日身体可有好转？谢王爷关心，妾身已经好多了。哪有？小姐为了练这支舞，不顾病体，日日勤加修炼，怎么可能有好转？玲珑就要多嘴。你身量纤纤，随便一舞都是极美的。王爷谬赞了。哟，王爷回来了。我听闻妹妹伤寒未愈，特地给妹妹送来一碗千年养颜人参汤。姐家好意，凯日必登门道谢。如此珍贵的东西，你都舍得拿出来，本王平日没有白疼你啊！再珍贵的东西，也比不过让妹妹身体早日痊愈。都是一家人嘛。有心了。王爷和姐姐对妾身这样好，实乃妾身之幸，妾身实在是无以为报。娘娘，何事这么慌张？连美人中毒了。中毒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太医在侧妃送给连美人的人参汤里验出了砒霜，王爷恰好也在场，现下正欲处置侧妃呢。这童香兰啊，真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的。有趣，如此热闹，不去看看真是可惜了。
哎呀，这妹妹没大碍了吧？香兰妹妹，你好生糊涂啊！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没有下毒，毒在你的人参鸡汤里，还想抵赖？王爷，妾身万万做不出如此恶毒之事啊！王爷，原本追闻连美人房间失火一事是妹妹所为，本不相信，没想到妹妹纵火不成，竟下此毒手。毒妇！王爷，你中毒了，好好休息，本王会还你个公道的。中毒？姐姐竟想毒死妾身！姐姐竟想毒死妾身！王爷，妾身是冤枉的，妾身没有下毒。香兰，从前的你温柔体贴、至纯至善，可如今你让本王觉得你仿佛换了一个人。来人，拖出去，赶出王府！放开我！妹妹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没有下毒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求求你！求求你救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王爷，妾身已无大碍，想必姐姐应该也是一时糊涂，还是原谅她吧。他如此对你，你竟还替他说话？妾身听闻姐姐有恩于王爷，王爷若是重罚她，想必会落下个苛待恩人的罪名。妾身不想让王爷为难。婉清，你太善良了。侧妃同事，嚣张跋扈，蛇蝎心肠，即日起禁足，不许任何人探望。王爷，不要！王爷！你这个猪脑子，一点小事都干不好，还连累我被禁足。娘娘，那汤是奴婢亲眼看着熬的，没有假手于人啊！娘娘，你还敢顶嘴？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哭就知道哭，烦死！滚出去！站住！王爷是念旧情的人，去找个秀才，让他模仿这字迹，替我给王爷写封致歉信。娘娘写的一手好字，连王爷也赞不绝口，娘娘何必找人代笔呢？让你做事你就去做，多什么嘴？去！小姐，你看，这个呀叫平安扣，寓意出入平安，喜欢吗？这套好看。那就送你了，愿我们玲珑诸事圆满，平安无虞。小姐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红香兰，你是？小姐，那女子所言，你真信吗？半信半疑吧。童家乃书香门第，可是童香兰怎么看也不像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若真像那女子所言，她才是真正的童家大小姐。王府这个是顶替，倒也说得通。那小姐是打算跟王爷告发此事了吗？我自有打算。连美人，给锦绣姐姐请安。免礼。妾身听闻过几日便是皇上寿辰，王府可有准备好贺礼？是啊，我正为此事发愁呢。王爷为人清正，如今战事连连，府中余钱都充了国库，实在是无法像往常那样备些厚礼。皇上贵为一国之君，世间奇珍异宝哪样没见过？那依妹妹所见呢？若王爷携家眷，亲手为皇上题词祝寿，想必皇上定能感受到兄弟手足之情，而龙心大悦。这倒也是个好办法，既为府中省了余钱，还能博个好名声。届时娘娘聪慧贤淑的美名定能传遍都城的。锦绣姐姐乃王府正妃，自然担得起这样的美名。那童香兰颇有一副好皮囊，是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姐姐的。姐姐可要趁着她被禁足，好好立立威。去，把王爷找来，我要和王爷亲自题字祝寿。是。昔日本王与皇兄同窗时，皇兄便甚喜收集诗句。本次亲之祝寿，皇兄定能感念旧情。锦绣，
本王得妻如你，实乃本王之幸。妾身能与王爷结发为夫妻，也是妾身的福气。王爷，妾身听闻香兰姐姐乃书香门第出身，自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既如此，何不让姐姐与我们一同为圣上写祝寿词呢？这么快你就忘记他对你使的坏了？香兰姐姐多日闭门不出，想必已经知道错了，还请王爷念在姐姐母家的旧情，宽恕她。他这几日倒时常派人将致歉信送到我书房，言辞也算恳切。罢了，派人请侧妃过来吧。主子，王爷解了您的禁足令，这会儿正等您过去呢。那你还不赶快给我梳妆？主子别急，奴婢这就为您添妆。我就知道，王爷才不会那么狠心，不见我。王爷啊，一定是看了娘娘你写的信，想起了娘娘的一手好字，这会儿啊，正等着您给皇上写祝寿词呢。什么？写祝寿词？什么？写祝寿词？对呀。你先出去吧，给我自己梳妆。是。写祝寿词怎么办？要不然称病不去吧？可王爷好不容易愿意见我，怎么办？去的话，可我根本不会写啊！要是被发现我没读过书，真实身份就暴露了。有了！王爷，香兰知错了。那还不快坐下，给圣上写祝寿词？王爷，香兰刚才不小心打碎了花瓶，将手划伤了，怕是写不了字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早就听闻姐姐乃书香门第出身，一手好字冠绝北国。唉，看来妹妹今日无福一沾姐姐真迹呀。昔日姐姐母家有恩于王爷，姐姐曾为王爷写下一首诗，妹妹今日将这首诗写了下来。姐姐看妹妹写的可有误？还好早已背得滚瓜烂熟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就是重提，本王也是感慨万千。那时若不是香兰一命相逼同家出兵，怕不是本王尸体已在边疆。昊天，昊天，你的脸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香兰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说这个？此次若我大难不死，我定十里红妆许你过门。对，不过妾身福薄，王爷康健后，皇上便亲自为王爷指婚了苏家。这么说，我是夺人所爱了？姐姐哪里的话，妹妹家境不如姐姐，我能常伴王爷身侧，已是毕生所幸，妾身知足了。委屈你了。哎，这诗句莫不是拿错了？怎么姐姐写给王爷的诗句还在我手里？姐姐，你快看看你手里的，可是别的什么诗？七载疑云蒙古渊，狸猫换子醉滔天。王爷，王爷，方才连美人说是旧诗，所以我便脱口而出，不曾细看。真是这样吗？我要见王爷，让开！我要见王爷。何人喧哗？带上来！一介贱民，擅闯王府，乃是死罪。御主，速告！慢着！王爷，我是香兰啊，王爷。香兰，你是香兰？那你……王爷，此人我不认识，不过竟与我长得有几分相似。你不认得我，可我却认识你。哦，你们竟然认识啊！别怕，本王在，一一道来。此人原本只是我的一个婢女，长着与我有几分相似，竟然趁着我跟王爷大婚之日将我房子，不说把我送去乡下与农夫成婚。10年如一日，
人人凌辱，却将自己装作是我嫁与王爷你。王爷，不要听他胡说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有人在他陷害于我。来人，把他轰下去！住口！我看谁敢！住口！我看谁敢！王爷明察，我同香兰3岁识字，6岁写诗，7岁便能作赋，可此人却目不识丁。王爷一试便知。难怪刚才侧妃拿错诗句也浑然不知，原来是个冒牌货呀！王爷，不是这样的，王爷，王爷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？证据确凿。解释什么东西？王爷，此事我不看也已经熟记于心，我背给你听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住口！莫不是侧妃为了故意避嫌，不惜故意怀伤自己，方才走得太急，留下这半块花瓶碎片呀？对啊，这也太不小心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！王爷，是他故意在他陷害于我。证据确凿，谁敢信你啊？证据确凿，不知悔改还敢诬陷别人！来人，拉出去，关进祠堂，择日杖毙！王爷，我冤枉了，王爷，不是这样的，王爷，想不到本王的救命恩人竟被毒害至此，兰儿，你受苦了，本王对不住你。王爷，妾身经此一难，不仅失了贞洁，还染了脏病。妾身与王爷早已是与女之别，今生再无嫁与王爷的可能。不，你放心，本王定寻的神医将你治好。妾身早已无颜苟活于世，此次前来，只为深愿再见王爷最后一面。唯愿王爷安好，便此事无憾了。香兰，香兰，香兰！痛失所爱的滋味如何？你屠我满门，杀我长兄，我屈身嫁你，血海深仇，我们慢慢算。王爷，我冤枉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冤枉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来干嘛？当然是为真正的香兰姐姐报仇啊！王爷呢？我要见王爷！王爷已经对你恨之入骨，又怎么会见你？不过王爷说了，姐姐是美貌如蜜，若将姐姐赐死，岂不便宜了姐姐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作恶多端，早就应该知道有如此报应。王爷让我前来，将姐姐脸上的皮一片一片取下。不可能！王爷与我多年情分，他不会如此待我的。我们西域有一秘术，若是王爷知道，能用姐姐的皮治好他的脸，姐姐觉得王爷会作何选择呢？王爷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还请节哀啊！本王欠香兰良多，此生再无机会弥补。若王爷脸上恢复，姐姐在天之灵，想必一定很开心。此伤早已根深蒂固，再也治不好了。我有办法。我们西域有一秘术，名为换皮。婉清愿用自身肌肤，换香兰姐姐了无遗憾。婉清，你是这府中唯一关心我的人，我怎舍得？王爷，妾身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妾身求王爷放侧妃一条生路。你说什么？求王爷饶侧妃一命。
他害得香兰香消玉殒，你竟替他求情。王爷误会了，妾身并不是为他求情。那你是何意？香兰姐姐虽死，但她的父母年事已高，若是知晓此事，恐将承受不住啊。还请王爷看在顾去香兰姐姐的份上，饶她一命。还是你思虑周全，但他实在可恶，单是将他毁容也不能解本王心头之恨。本王要将他送到下等青楼，让他和兰儿一样尝尽冷眼和凌辱的滋味儿。是你蛊惑王爷！姐姐莫怕，说是能用姐姐的皮治好王爷的脸，姐姐便能成为王爷真正的恩人了。我的脸，你可是你落得今日这般田地，皆是咎由自取。杀我！想活命？只要让我活着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哦，念在姐姐昔日对我的照顾，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了。你在王府多年，想必也知道一些旁人所不知道的秘密。说说看，若是能让我满意，我便留你一命。我说，苏锦绣那个毒妇给王爷下断子药。断子药，这就奇了怪。她身为王爷发妻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怕不是为了想活命诓我？不是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查，在他每日给王爷送的补药中，发现了几味断子药的药渣。至于其中的原因，我也不知道。很好，我会救王爷饶你一命。若你所言不实，我便来人送你上西天。这不挺好的吗？王爷，皮已换好，再过些时日就能恢复了。你不怕？王爷何出此言？我面具下的伤疤。我不怕，忧心过重是会影响伤口愈合的。来，王爷早点休息，妾身明日再来给王爷换药。王清，王爷何事？谢谢你。阿树，大半夜的就这鬼鬼祟祟的干嘛？莫非如侧妃所言，是在处理药渣？果真是断子药，可苏锦绣此举目的何在？什么人在那？什么人在那？糟了！连美人，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哦，刚给王爷上完药，找个地方倒水。夜深露住，小心风寒。连美人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宇文兄，我听闻你面疾已愈，本将特地来给你贺喜。司徒兄，别来无恙。这，请坐。请。将军，请喝茶。这位便是本王常跟你提起的连美人，多亏了她以西域圣药治好了本王脸上的伤疤。原来这就是连美人呐！我听闻大喜那日，连美人一舞倾城，没想到医术竟如此高明。怪不得宇文兄在我面前经常提醒你，不肯让你露面。宇文兄，原来你是想金屋藏娇啊！将军谬赞了，能为王爷分忧是妾身的荣幸，妾身先行告退。司徒兄，来，请。啊，对了，锦绣，连美人风寒久久未愈，把皇上赐予本王的御药拿来，我亲自给连美人送去。是。陆婉清这个贱人，仗着自己懂点秘术，就卖弄起来了。看他狐妹子那出，把那将军和王爷的魂儿都要勾走了。娘娘息怒，
您才是这个王府最尊贵的女人呀。那陆婉清只不过一时得了王爷欢心，哪能跟您比呀？我看他那狐媚样子我就来气，必须得给他点教训。那娘娘想怎么教训他？将军和王爷不是喜欢他勾引男人的那出吗？那我就成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好东西，只要用这药包沐浴，不出3日便会脉象混乱，全身遍布红疹，成花柳病之症。到时御医问诊，便会禀告王爷。娘娘英明。婉清，王爷好。妾身正准备沐浴，王爷此时前来，可是有何要紧事？哦，沐浴。你身体还未痊愈，此药有奇效，泡一泡，很快就会痊愈。我自己来。我只是想亲手照顾你，就像你照顾我的脸伤一样。本王素日待你不薄，而你却与司徒将军苟合，还染上花柳病。陆婉清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妾身从未与司徒将军有任何勾结，请王爷明察。我王府素来规矩森严，外男不得入内，都知道司徒将军与王爷情同手足，来去王府自由。陆婉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在王府行混乱之事！胡说！妾身清白之躯，从未私会司徒将军，更不会染上花柳之病，请王爷明察。清白？你这些红疹分明就是花柳病的前兆。陆婉清，你拿什么来圆你的谎？这么说，王爷是不相信妾身了？事实如此，你让本王如何相信？王爷，请王爷明察。来人，将连美人关入牢房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王爷，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陆婉清，这份大的你可行吗？这如何是好？小姐在北国上下举目无亲，司徒将军一定会救她的。思之要去哪儿啊？把这个畏罪潜逃的贱奴给我抓起来！是娘娘。往那儿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使点！你别过来！你快走开！别过来！别吧，快来跟我成亲呐！娘娘醒醒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外面怎么样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说！回主子，昨日玲珑被王妃赐给管家那傻大儿做妾，玲珑不堪受辱，现在已经上吊进监了。什么？娘娘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玲珑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出去，为你报仇。娘娘，都这么多天了，王爷还只是把他打入刑房，我在王爷心中还比不过一个与人通奸的妾室。娘娘息怒，这整个王府中，除了王爷，您才是最尊贵的王妃呀。王爷迟早会明白您的心意的。不行，陆婉清这个贱人一天不死，我就一天不得安宁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要做就要做得干干净净，只要我苏锦绣还活着，他就休想从刑房中出来。
水，我要喝水，有没有人啊？我要喝水。死到临头了还想喝水？苏锦绣，怎么是你？直呼娘娘名讳。当然是来探望一下妹妹了。区区一个妾室，你要干什么？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补。娘娘莫怕，这小女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。真是神经病！婉清，将军，有何吩咐吗？不是，刚才见你谈笑风生，所谓何事啊？将军有所不知，那王府的连美人私通外男，还染上了花柳病，现在已被王爷关进王府刑房了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婉清，你没事吧？将军，放心，你会安全的。司徒明轩，你在做什么？宇文兄，我知道你此时恼我，但我和连美人是绝对清白的。既然清白，你又为何舍命救她？看来将军倾心连美人已久啊。连美人昔日强撑病体，为宇文兄疗伤数月，她劳苦功高。本将只是不忍再见宇文兄听信他人谗言，冤枉了一介弱女子。王爷，连美人淫荡无耻，患了脏病乃是事实，臣妾哪有冤枉她呀？本将又没有说王妃冤枉了连美人。王妃，你这是对号入座呢。王爷，本将愿以自身性命担保，连美人她绝对清白。哦，将军舍命救连美人，这是何意？若连美人真如你所言有花柳病，即使让她放出来，她也时日不多了。更何况，此事牵扯本将清誉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本王姑且就给你这个面子，如若不然，别怪本王举你项上人头。没事吧？谢过王爷。别那息怒，那贱人虽然跑了，但是我们扳倒了玲珑，也算扳回一城。来日方长，他定斗不过娘娘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明轩会来救那个小狐狸精，真是可恶！就是，也不知道那个狐狸精对将军使了什么妖术。苏锦绣，我最后警告你一遍，若你再敢动她，我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你好生无礼啊！区区一个新任将军，敢以下犯上，对王妃不敬了。阿若，你先退下吧。稳。锦绣，你为何要陷害于我？我陷害于你，我要让你心心念念的人生不如死。自从他出现，你就再没看过我。我恨他，我恨他！别说了，锦绣，你如今已是王妃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明轩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的是你。王妃，请你自重。若你再置陆婉清于险境，休怪我不顾我们之前的情分。情分？我就是你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替代品是吗？是吗？好，苏锦绣，你是冥顽不灵。哼！我要是这天下的负心人，都不得好死！王爷，即便本王相信你与将军无染，但此番将军冒死救你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王爷既有所疑虑，何必任由将军来救我？将妾身终日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刑房，岂不快哉？婉清，婉清，将军怎么来了？婉清，你无碍吧？婉清，你身体还很虚弱，他日我送上一些上等补品，你调整几日便好。我有些倦了，劳烦将军费心，他请回吧。也好。
婉清，王府上下人人居心叵测，你多加注意啊。将军之意，我也是居心叵测之人。王爷，您说笑了。世人皆知王爷为人清正，自是另当别论。哦，那将军是对我王府上下有所偏见？若是连美人她不受人陷害，改日我定当负荆请罪。改日就不必了吧？陆婉清是我王府妾室，就不劳将军挂心了。此事本王定当调查清楚，如若有误，定当还将军一个清白。好，那就谢过王爷了。本将就先行告退。婉清，昔日是本王考虑有所欠妥，连美人早些休息。没想到王爷喜欢玩躲猫猫的把戏。王爷，我王府缺上等补品吗？不缺啊，王爷。那还不给连美人送些过来？是王爷。王爷，妾身在这药包中发现了有金钱子、红蛇散、柳絮这几味药。这几味药单独拿出来都是上好的药材，但若合在一起入狱，便会使药狱之人脉象紊乱，全身布满红疹，成花柳病之症。什么？是矣。此次花柳病事件，妾身是被蓄意陷害啊！我岂有此理！苏锦绣，你就是如此当我王府正妃的？构陷妾室，置王府清誉于不顾，简直恶毒至极！王爷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不知情了，实在是不知道。不知情，倒是解释解释，这药是怎么混入药包的？那天是阿若去取的药，也是他没仔细留意，害我和王爷错怪了连美人。娘娘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呀？阿若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你服侍我这么多年，是你的无心之失，冤枉了连美人。现在王爷恼怒了，我也没办法管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娘娘，王爷，这药既然是你拿的，来人，拖下去！杖刑50，免为下等奴隶，不得踏入主屋半步。是。王爷，娘娘，救我呀！娘娘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妾身参见王爷。难不成还在责怪本王错怪你了？妾身不敢，王爷毕竟是碍于王妃的颜面，妾身不怪王爷。那就是锦绣为难你了。王妃乃大家闺秀，又是王爷正妻，断不会如此善妒，难为一介妾室。只是我时常会想起我枉死的婢女玲珑，故而难过。原来如此，钱侧妃的贴身婢女玉竹做事还算妥帖，本王将她赐予你，你身边也好有个人照顾。谢过王爷。见过娘娘。这几日你受苦了，好好歇息。王妃进来身体抱恙，本王前去瞧瞧。好。恭送王爷。怎么？是不是王妃派你来的？主子饶命！奴婢先前是受侧妃指使，奴婢绝无加害之心呢。昔日你能受侧妃之使，如今也能受正妃之使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巴硬，还是我的发簪锋利。不是的，奴婢不敢。奴婢敢以全家人的性命起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全家人不得好死。暂且饶你一命。王爷现已将你赐予我做婢女，你必须要记住一个道理：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若有不测，你也难逃一死。奴婢还有一事禀报。但说无妨。启禀娘娘，奴才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给那阿若安排了最苦最累的活呀，每天干不完活呀，不许吃饭。娘娘，以前那个阿若跟着您的时候，那可算是享清福了。如今这个日子呀，我看他是熬不了几天，就会被活活累死。阿若，你可别怪我心狠呢。都说死人的嘴闭得最紧，只有你死了，才不能乱说话，我才能高枕无忧啊。娘娘英明。阿若办事不力，连累我被王爷迁怒，真是让我寒心呢。管家，你不会背叛我。哎呦，
娘娘哪里的话呀？只要你不嫌弃奴才，那就是奴才的福分呐！奴才定当誓死效忠娘娘。那就拭目以待了。请娘娘放心。将军救命之恩，婉清无以为报。听闻将军喜好饮酒，婉清便预备了些西域的葡萄酒以表心意，请将军尝尝。不必多礼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好酒。其实那日我也存了私心，若和王爷生了嫌隙，日后在朝堂之上难免会有事的，你实在无需介怀。如此这般，倒是妾身自作多情了。美人，你何出此言？妾身还以为将军对妾身……我罢了，妾身开个玩笑，将军莫较真。也并非不是。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本将今日看你心情舒畅，便知王爷没有苛待你。看你如此，我便放心。这是我堂兄的遗钵，过几日便是我堂兄的冥寿，特地把他接来府中，想在堂兄临前尽一尽孝。原来如此，这孩子眉眼间倒是与将军有几分相似，我还当是将军的骨肉呢。啊，美人，你可说笑了，本将尚未娶亲，何来骨肉？小朋友，你几岁啦6岁，真乖。今日妾身多有打扰，就不耽误将军陪伴家人了。小姐今日何故亲自跑一趟，差奴婢去送礼不就好了？省得王爷知道了，又要疑心小姐跟将军。他未必会疑心，但王妃却一定疑心。况且今天在将军府还有大收获呢。什么收获？你可记得那小儿腰间的玉佩？记得，奴婢看那玉佩价值不菲，雕刻的花纹样式也不是寻常人家使用的。你去玉匠铺查一查，看看那玉佩是受何人所托雕制的，再派人盯着王妃。若是有人出了王府，定要小心跟上，且看看是什么动静。是。娘娘，那老婉清啊，今日去了将军府啊。他还真是个硬骨头，刚洗清嫌疑，就又跑去勾引男人。不过实在不凑巧，小少爷也在那儿呢。娘娘，娘娘请宽心啊！将军虽然恼怒娘娘，但断不会置小少爷与娘娘的安危于不顾的呀。不行，话虽如此，但不得不防。明日你去将小少爷送回老宅，命人好好看护，不得有误。是娘娘。这不可能啊！6年前我瞒得滴水不漏，怎么会被利用发现啊？娘娘请放心啊，就算他有所怀疑，可他也拿不出来证据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不是王妃的贴身侍女阿若吗？怎么跑这种地方来了？她现在啊，正只配做些粗活呢，留她一命都是王爷宽宏大量了。怪我瞎了眼，想我多年来忠心耿耿，为王妃做事，却落得今日这般下场。苏锦绣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！罢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每天干不完的活，饿死我了。活干完了没？就吃饭啊！啊！你聋了？不用你来试试我。不知好歹是吧？你这个人。
王爷虽然腿脚不便，但好歹是皇室宗亲，一家之主。要是能成为他的女人，王爷，还是奴婢扶你走吧。无碍，本王自己来。王爷，还说……谢谢王爷。奴婢是王府的下人，必当应处处以王爷为重。王爷尊贵之躯，若是摔倒了，那自然是奴婢的不是了。你倒也还算贴心。奴婢戴罪之事，只想尽力为王爷做事，将功补过。娘娘，奴才是亲眼所见啊！那个阿若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去牵王爷的手啊，分明就是在勾引王爷啊！娘娘，竟然还有这种心思，看来呀，我还是对他太仁慈了。是啊，娘娘，我猜呀，他肯定是想靠他的几分姿色上位，要报复娘娘。一个下等婢女，竟然还想入王爷的眼，不自量力。王妃说的对，奴才会好好盯着他，先不起什么风了。前几日我订的那批衣服呢？拿过来我瞧瞧。好嘞，来人，把娘娘订的衣服拿过来。来人，把娘娘订的衣服拿过来。娘娘，您请看，这些花色怎么这么显老啊？娘娘，你看看那一款，那可是今年皇宫里最时兴的款式啊！莫不是我要和他们穿的一样？哎呀，奴才该死啊，都是奴才的错。把这些都给我扔出去，本王妃看着就心烦。是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拿出去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么好看的衣服说丢就丢，真是可惜了呀。这些衣服都抵我几年的工钱了。哎，这主人的事当奴才的多什么嘴啊？让干什么咱们照做便是。是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好漂亮的衣服！自我被贬为下等婢女，就再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了。试试将它穿在身上，王爷会不会喜欢呢？你还算贴心。日日干着粗活，都快忘记自己之前是什么模样了。啊！你敢偷王妃的东西啊？啊！你敢偷王妃的东西啊？啊！我没有，娘娘，我没有偷，这明明就是他扔的。哎，你胡说！娘娘，奴才怎么敢偷您的东西啊？你竟敢偷我的东西！来人，把他的指甲都给我拔下来！压住他！我没有偷，娘娘，我没有偷，这明明就是你不要的。本王妃不要的东西，你也配穿？给我拔！是。娘娘，不要！我真的忠心耿耿对你为何要如此对我呀？忠心耿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我要把你做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王爷。告诉王爷？好啊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让逼！是，娘娘，赶下去！不要！你的姑父，救我！王爷最近很喜欢让妾身伺候笔墨呢。锦绣旧疾复发，身体不适，本王也不好去打扰他。旧疾是何缘故？6年前锦绣小产，郁结于心，压下了后遗症，至今未能痊愈。哦，难怪王爷至今膝下无子。可请御医给姐姐看过了？看过了，但至今未能根治。妾身幼年时曾跟西域神医学习过一种银针之术，名为针灸，只需按须施针，便可得以缓解。再加上姐姐平日用的补药，不日便可痊愈。此话当真？当然。不过姐姐平日里就不待见我，她一定不会让我为她施针的。若将此方法告诉她，她也会疑心妾身不肯照做。这事简单，我告诉她这是本王在外偷高人你的药方，她若不信，找御医一验便知。那样最好，姐姐自己验过的便可安心。王爷英明啊！娘娘，王爷给的施针方子呀，奴才找太医看过了，确实呢，对娘娘的病症有好处啊。娘娘不妨试上一试。去找一个靠得住的太医来为我施针吧。
是娘娘。小姐，奴婢瞧着昨夜管家蒙着面出了门，便一路小心跟随，不想管家竟去了将军府，从侧门抱出个小孩，亲自送往了城东郊外的一处老宅。那玉佩可有消息了？有，奴婢打听了城内大大小小的玉匠铺，那玉佩竟是阿若亲自拿着图纸和材料找玉匠打造的。这下又有好戏看了。吉秀，本王瞧你最近面色红润，精神也好了不少，可见针灸之术有奇效。这是王爷吩咐御膳房为姐姐做的参鸡汤，姐姐快尝尝，切莫辜负了王爷的一片心意。王爷费心了，妾身受旧疾困扰多年，没想到竟能痊愈。妾身最近胃口也好了很多，肚子都胖了1圈，还望王爷不要嫌弃妾身。怎会？你我相伴多年，每每看你旧疾复发，寝食难安，本王就忧心的很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好转，一定要好好注意，不要留下一点隐疾啊。王爷放心，妾身虽然身体已无碍，但平日的补药一直在服用着。臣妾也希望能早日服侍王爷。吉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王爷莫急。如何？恭喜王爷，王妃姐姐有喜了。有喜了？此话当真？王爷若不信，可请太医问诊。以妾身所见，王妃姐姐应该是旧疾复发之前怀的身孕，好像脉象平稳，胎儿未受影响。太好了，锦绣，这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，本王一定要大设家宴，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，好好奖赏你。谢王爷厚爱。苏锦绣，你的报应就快要来了。玉镯，玉镯啊！小姐有何吩咐？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？小姐，那王妃娘娘与将军有私情，那是奴婢亲眼所见，你为何不向王爷告发她呢？却让王妃用您的方子将身体给养好了，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了。莫非您信不过奴婢？怎么会？我既留你在身边，又怎会疑心你？那是为何？贸然告发太过激进，会只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。可是如今王妃怀有身孕，做事处处小心，小姐以后要寻她的纰漏，怕是更难了。怕什么？既然要唱戏，自然要把戏台子打好了，再多叫些人，这场戏才叫精彩。一会儿你把我交代给你的事做好，咱们只管看戏。是。姐姐，你快看我这肚兜绣的好不好？莫不是你叫我来，就为了看你这肚兜？姐姐如今怀有身孕，妹妹自然是要为姐姐备下一些薄礼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。妹妹，你倒是有心了。你笑什么？姐姐大可不必防着妹妹，如今姐姐可是王爷的心尖肉，妹妹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对姐姐怎么样。王妃可是我们王府最尊贵的女人，怎么会怕你个小小的妾室？王爷体恤娘娘怀孕辛苦，特意嘱咐我等寸步不离守着娘娘。连美人此话倒是刻意，莫不是包藏祸心？若我要害姐姐，何不隐瞒姐姐怀孕此事，暗中下手，倒是给自己找事，将此事告知王爷。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好了，管家，妹妹的心意我心领了。不过这些衣裳啊，怕是穿不上了。毕竟王爷为了这孩子，可赏赐了不少好布料呢。如此倒是妹妹考虑不周了，姐姐莫怪。哎，我乏了，一会儿王爷还陪我用膳呢。是。将军请坐。王爷，妾身有一事禀告。何事啊？把人带上来。娘，这谁家小孩？赶紧给我带走！是。哎，王爷，这小孩偷盗王妃财物，还请王爷处置。这不是王爷送姐姐的碧玉发簪吗？怎么回事？王爷，这个孩子其实是我们的骨肉。我们的骨肉？是，当时我并未小产，生下这个孩子是在国丧期间，我怕连累王爷，所以就隐瞒了你。此话当真？啊，当真。锦绣，委屈你了。王爷言重了，其实王爷，
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王爷，前几日我听闻皇嫂也有喜了，不错。爹，他们欺负我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！快，把他带走。怎么回事？说，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王爷自己心里难道没数吗？告诉本王，本王哪一点比不上将军？啊？王爷哪里都比将军好，可偏偏我就爱将军，我就爱他！贱妇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生的杂种给我拖出去打死！王爷息怒，王妃可还怀着身孕呢。不说我都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他的孽种。来人，将堕胎药喂给王妃。我自己来。宇文昊天，我告诉你吧，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就从来没有爱过你。我和将军是青梅竹马，我早就把自己当成是他的人了。要不是皇上下旨，我怎么会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？真是悲叹一声，真是可笑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亲生骨肉？老尼，对，是我在你的补药里下了毒，目的就是不怀上你的孩子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残疾的父亲。贱妇！贱人！掐死我！掐死我！你个贱妇！骂得再狠一些，因为从此刻你就再也骂不出来了。冰雪，冰雪，失去一切的感觉如何？少得意了，我还没有说，我是当朝宰相独女，谁敢杀我？你私通司徒将军，还给他生孩子，令皇族蒙羞，更令家族不耻。你的父亲为了自保，已经上书皇上赐你死罪。苏锦绣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父亲不会这样对我的，我是他的女儿，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牺牲一人可保全族性命，你觉得你的父亲会选哪儿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怀上。那针灸之法是我专门给你设计的，为的就是让你误会。好在王爷设宴之时，令你声名狼藉。哼！陈婉清，你个贱妇！你个贱妇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贱妇！我只不过揭穿了你所做的一切。要说贱，谁能比得过你呀？你污蔑我与司徒将军有染，还害死了玲珑，沦落至此也是罪应。你就等着王爷亲手送你上黄泉路。哼！王爷，刚刚收到皇上飞鸽传书一封，请王爷过目。西域王连生9子，喜得一女，竟舍得将上上进攻我北国。且朕听闻，近来王府频频生事，加之西域边境屡次冒犯我北国驻地，西域公主联姻一事，恐另有阴谋，望多加小心。王爷，要不我现在就将那陆婉清绑来，好好审讯一番。本王另有打算。是，王爷。陆婉清，你嫁给我，难道真的另有阴谋？连美人，本王今日得了个新鲜玩意儿，特地拿来给你瞧瞧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切身瞧瞧。看，是不是很眼熟？这是你们西域有名的七星宝刀。此刀锋利异常，削铁如泥，即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也能凭此刀杀死常年习武的男性。这刀竟如此锋利。婉清在西域时只是习武奏乐，对兵器一窍不通，让王爷见笑了。无碍，本王只是念你远道而来有些时日了，特地寻了你家乡的东西，拿来给你解解思乡之苦。王爷对妾身这样好，妾身唯有尽心尽力的服侍王爷，才能对得起王爷的厚爱。刀我已亲手递上，你若是想杀我，现在便是最好的时机。秀儿，伯父赶到之时，亲眼所见，杀你兄长、灭你家国之人，右腿有伤，头戴面具。面具，右腿。冷静，不可冲动。
若是失败，就再无退路了。明日便是15了，院中的月色肯定极好的，不如我们去看看。华爱有此雅兴，妾身自当陪同。莫非是我误会他了？陆婉清，难道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阴谋？从成为西域公主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跟着父王习得一身医术和毒术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派上用场。羽王昊天，今晚便是你的死期。启禀王爷，西域公主陆婉清假借联姻之名，行叛乱北国之事，我等奉命前来捉拿。这里没有什么西域公主，你们退下。王爷，知情不报乃是欺君之罪。王爷您，本王不想再重复第2遍，尔等退下。我有话跟他说。是。撤。婉清，你当真要离开吗？我去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今日就让我为王爷跳最后一支舞吧。不好了，女刺客把王爷刺伤了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人呢？去后山了。王爷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本王对他心中有愧，这样也算弥补对他的愧疚。可是他想取王爷的性命啊！昔日本王与西域4王子私交甚好，但当时西域与我国都是小国，经常受到蛮夷的侵扰，于是本王上书请命，领了兵前去边境镇守。然而蛮夷趁着夜色，点燃了我军粮草，一连烧了数个大营，其中也包括4王子。可是这与王爷有何干系？4王子是我叫去的，然而本王没能照顾他周全。自此以后，西域便认为我陷害了4王子，也与西域结下了怨。而我也在那场火灾当中，也落下了脸部的烧伤和腿疾。王爷真是有口难言。陈年往事，婉清是他妹妹，我自然不会杀她。等她回了西域，来日方长，也许有一天她会放下仇恨，好好生活。在那边追！嘘，将军让我来接你，快走！司徒将军，解释不了那么多了。干嘛呢？此人乃西域叛贼，谋害北国朝廷重臣，凡身世，犯欺君之罪。众人听令，欺君之罪啊！如若见到此人，阁下勿论。陆婉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你要走了吗？将军这是何意？
难道想拿我邀功请赏吗？若是本将想拿你邀功请赏，我又何必把你带回将军府呢？难道将军大费周章，就只是单纯想救我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将军好意，婉清心领了。不过，恕难从命。若你一心求死，本将也无可奈何。本将向你保证，你一出这个门，只有死路一条，你别无他选。现在你的画像已经被四处张贴，你的人头已经价值千金，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普通战士，他们一见到你都会争相取你性命，你必死无疑呀！难道将军不想拿我的命吗？本将只想护你周全。将军，现在外面全是杀你的追逼，婉清，你不怕死吗？死了就能进九泉之下见我的长兄和雪国族人，挺好的。雪国？对，宇文昊天他是我长兄，令我家族，我定要他付出代价。婉清，你只知我是北国将军，但你却不知我的族人也深受北国皇帝所迫害。我从小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从一个小兵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。婉清，你我皆是命苦之人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明媒正娶，让你堂堂正正做我将军府夫人，我同你一起报仇。只要能复仇，哪怕是付出一切代价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娘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太好了，婉清，你终究还是我的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慢着！宇文昊天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这是打算抢亲？抢亲？新娘是本王的人，何来抢亲之说？宇文昊天，她只是一个被你逐出府邸的妾室，我今天明媒正娶，怎么，你想带她回去？她是本王的人。他是本王的人，我与王爷并未有夫妻之实，什么时候成为王爷的人了？你应知当初赶你出府，并非我本意。你跟我回去，我护你周全。宇文昊天，我劝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皇室宗亲的身份，在这里胡作非为。怎么，你想谋杀皇室宗亲？够了！算了，那就让婉清自己做选择吧。我自然选择将军。好，很好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怎么会后悔？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杀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今日是我大婚，你我下次再见之时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本王等你来杀。婉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那么多无情人穿着痴情歌，失魂落魄是我，不可得偏又在心头纵火，爱在尘世妒火。你听那痴情人山也是泪落，千万遍为什么？明知不可得偏要互相火，遍体鳞伤是我。婉清，怎么是你？王爷少喝点吧。王爷，陆婉清离府之前，让我把此物交给王爷。他竟然一点也不想留下本王给的东西。别喝了，王爷。王爷，注意身体啊！
婉清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属于我了。答应将军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还请将军不要失礼。婉清，你怎么还叫将军呢？该改口了。明轩，傻瓜，叫夫君。将军，我答应嫁给你，只是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有名无实，只做假夫妻？今日将军多有劳顿，就不打扰将军休息了，我就先行退下。今天可是我们大喜日子，婉清。其实那日我见你为王爷献舞，我心甚是欢喜。不知今日你可否再为我舞上一曲？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也无妨。好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，婉清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婉清，你可真美啊！婉清，你醒了？你还好吗？婉清，你是还在怪我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的，我对你一往情深，我是从来不会勉强你做不愿做的事的。昨晚我喝多了，我一时奇难自抑，都怪我，怎么喝那么多酒？都怪我喝那么多酒。我们既已成亲，将军也并无非礼之意，此事就当做是个意外吧。婉清，若不是宇文兄是你长兄，你也不会经此意外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才是那个十恶不赦之人。婉清，你既已成为我的女人，我定会护你周全，帮助你完成你的复仇。婉清，你原谅我吧。夫人，将军命我来送礼。将军说了，这是祖传的翡翠手镯，特命我来送给夫人。将军怎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？将军说此物只有夫人才配戴着，也只想送给夫人。好，给我吧。奴婢告退。将军，此物太过贵重，婉清不能收。婉清，哎，你我已是夫妻，我的便是你的，你就安心收下吧。啊，此乃将军祖传玉镯，我与将军只算盟友，还算不得夫妻。你拿着。我不能收。你拿着吧。还是将军。啊，幸好我接住了，不然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？将军不是不懂武艺吗？怎么方才身手如此之快？啊，当时我一时心急，就接住了。啊，我说婉清啊，你就安心收下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多陪你了啊，收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司徒明轩征战雪国有功，身着晋升为北国将军。雪国拒绝朝贡，蔑视朝廷，致命司徒都尉率精兵百骑，暗杀雪国皇室，不得有误。婉清，婉清，你怎么来这了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什么好人？司徒明轩，你让我恶心！别过来！婉清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婉清，你个贱妇！抓到你，我要帮你碎尸万段！司徒明轩，你才是杀害我长兄的凶手！长兄，婉清，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把枪是老将军留给我的，这跟你长兄有什么关系啊？司徒明轩，你还狡辩！皇上给你下的圣旨和密函我都看到了，你杀我长兄、灭我家族的人就是你！怎么可能？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婉清，既然你嫁给了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我乃北国将军，你们口中所说的王爷，不过是一个奸诈小人。你才是那个奸诈小人！陆婉清，他那日抢亲不成，故意栽赃陷害于我。婉清啊，你可别被骗了。司徒明轩，你别装了！陆婉清，是我在你危难之时舍命相救于你，护你周全。你别忘了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我这个将军之位，共同起义北国。怎么，今日我不跟你走，你就要杀我吗？对不起，婉清，你跟我走吧。啊，相信我，别过来！相信我。别过来！司徒明轩，别来无恙啊。宇文王爷，这不是我送给婉清的信号弹吗？不好，婉清有难！来人，在！信号弹的位置就在前面，走，快走！宇文王爷，这不是司徒将军吗？你夜会西域王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，容我禀告皇兄，你难逃一死。宇文兄，你别信口雌黄，污蔑我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表面谦谦君子，实则狼子野心，勾引有夫之妇，行为浪荡至极。王爷，杀我长兄的人是他！没错，当初皇兄念我身体有疾，于是派他前去杀害雪国王。他为了向皇兄邀功，不仅杀害了皇上，还将皇室宗亲全部杀害，并将皇宫付之一炬。这个乱臣贼子！来人！宇文昊天，你不过是身在那个帝王之家，就比我幸运那么一点点而已。要是我身在名门之后，这个剑指的就是你，而陆婉清也只属于我。哼，你为了权力不择手段，如今的将军之位不过是踩了无数人的头颅而上。今时今日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杀了他！慢着！杀了他！慢着！我来！成王败寇，早知今日，我就杀了你！你灭我家族，杀我长兄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痛苦之中，我恨不得扒你的皮，喝你的血，拆你的骨。你一个人的仇算得了什么？要怪就怪那北国的皇帝吧，我们在他面前全是不可一提的蝼蚁罢了，你懂吗？即便是蝼蚁，毁我家族的人，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陆婉清，看你的长兄用一人之命换来北国天下太平，难道你不觉得很光荣吗？啊，杀了我，那你想上北国当皇帝吗？说我为王，这天下该当如何？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婉清，长兄，我终于为你报仇。